各位，你有没有发现一个规律？这世间万事万物都在遵循着《易经》里物极必反的道理。一个人被捧得有多高，摔下来的时候就有多重。老天爷如果要收走一个人的福报，往往不会提前打招呼，而是会在他最得意、最意想不到的地方轻轻推一把。要问最近这几年内娱最火的艺人是谁？那无疑是曾经靠4部电影就创下了200亿票房神话的吴京了。就算你不爱看国产电影，你也一定听过那句"犯我中华者，虽远必诛"，看过他高举国旗的经典画面。2017年《战狼2》以56.95亿的票房创下了中国影史纪录。吴京凭借铁血硬汉的形象，成为了全民偶像。在目前中国电影票房总榜的前10名中，他一人就独占了4部，包括《长津湖》《战狼2》《流浪地球》和《长津湖之水门桥》。成龙大哥甚至在颁奖典礼幕后感叹，自己花了几十年才筹集到的200多亿票房，吴京4部戏就做到了。但是各位，真正的危局往往潜伏在繁花似锦之下。这一次吴京出圈，不是因为票房又破了纪录，恰恰相反，是因为票房扑街和满天飞的黑料。他参与出品的电影《再见坏蛋》上映。这部片子前期几乎没有任何宣发，讲述的是市井小民与患癌男孩相互救赎的故事。这部电影上映仅仅6天，收获了区区26.7万的票房，便匆匆狼狈撤档。有外界曾传出，吴京的公司为这部电影投入了大约500万。虽然这个数字无法得到本人的证实，但看着吴京在微博上卖力宣传，显然也是下了血本。最让人心惊的不是亏钱，而是人心的反噬。当吴京在微博号召影迷观看这部电影时，评论区没有了昔日的支持声浪，反而是涌入了大量的讥讽和嘲笑。网友们纷纷表示，本来还想看，一瞅有吴京的名字，立马就没兴趣了。紧接着，吴京过往的采访视频被翻出来，做成了各种鬼畜视频和表情包，甚至做成了弹簧摆件。他那段著名的排比反问句"我跳过楼，你跳过吗？我让坦克压过你，你压过吗？我野外生存，我把人干了，你干过吗？"成了网友们狂欢恶搞的素材。大家纷纷回怼："我拼多多提过线，你提过吗？我挤过早高峰地铁，你挤过吗？我绩效没达标，被领导骂了，你被骂过吗？"甚至有人质疑他那句"把人干了"究竟是什么意思，调侃他是不是犯法了。一夜之间，他成了网友口中唯一一个没有参加过战争却得了战争后遗症的人。各位，你想想看，吴京既不是这部撤档电影的主演，也不是导演或制片人，只是参与了投资出品并客串了一下而已。可是他却成了这场舆论风波的众矢之的，从全民追捧的中国战狼，到被全网消遣的抽象之王。吴京的舆论形象为什么会突然发生如此剧烈的转变？这重重迷雾之下，到底隐藏着怎样的真相？他这一生究竟走了一条怎样的命理轨迹？今天我们就用易经的角度来拆解一下吴京的故事。易经乾卦的第一爻叫做潜龙勿用，意思是说，一个人在龙气未充、根基未稳的时候，必须要沉得住气，要在暗处默默积蓄力量。我们看吴京的早年，其实就是一段
漫长而扎实的潜龙岁月。1974年，吴京出生于北京的一个武术家庭。他曾在采访中透露，自己家出身正白旗属于多滚那一支，祖上出过几代武状元。据公开报道称，咸丰年间，吴京的高祖吴忠曾获皇帝御赐的五魁匾额，家族荣誉极高。这些祖上的荣光究竟是真是假，我们无从考证。但有一点是确凿的，那就是他父亲吴术的确是一位武术高手，精通披挂掌、螳螂拳、太极拳和八卦掌。在这样的家庭底色下，吴京6岁就被送到了北京什刹海体校学武术，师从中国武术界泰斗吴斌。各位，吴斌是什么人？李连杰、甄子丹都是他的徒弟，算起来吴京是他们的同门师弟。10岁那年，吴京就摘得了北京武术比赛全数冠军。随后几年，他又蝉联全国武术比赛的拳枪道冠军，并入选了北京武术队。这10几年拳打脚踢的苦练，就是他在为自己的人生打地基。可是学成之后的吴京，一开始并没有立刻飞黄腾达，而是留校担任了武术教练。看着师兄们在香港功夫电影里大红大紫，他也动了心。但这时的他听从了师父的劝告，没有急躁，而是去书店买了很多影视方面的书，默默地看，默默地等。这个时候的吴京是不骄不躁的，他在等待天时。这世上的事就是这样，你越是不急功近利，属于你的机缘反而来得越自然。命理学中常说，人的一生3分靠打拼，7分靠贵人提携。但贵人凭什么帮你？凭的是你身上有别人拿不走的真本事。吴京的第一个贵人就是少林寺的导演张心妍。师父吴斌向张导推荐了吴京，两人在武校门口的一个小饭馆里见了一面。张心妍当即决定为他量身打造一部戏。1996年，功夫小子闯情关横空出世，吴京正式踏入演艺圈。紧接着，在袁和平和张心妍的安排下，他又出演了《太极宗师》《新少林寺》等作品。也是在拍摄《太极宗师》时，他认识了港姐樊一敏。虽然外界曾传出各种绯闻，说樊一敏转向富商，激发了他的野心，但两人始终未曾承认过这段恋情。反而这部剧让当时还在上初中的谢楠成为了他的小迷妹，为他日后的婚姻埋下了伏笔。然而千禧年前后，武打片逐渐没落，琼瑶式言情剧成为主流。吴京虽然积攒了些人气，却始终未能大红大紫。到了2005年，他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，南下香港发展。在香港，他遇到了著名的经纪人黄百高。在黄百高的帮助下，他在电影《杀破狼》中拿到了一个反派角色，与师兄甄子丹贡献了一段零替身、无排练的精彩打戏。之后，他又参演了《黑拳》《男儿本色》等港片。据吴京自己回忆，《黑拳》其实就是他初到香港打拼的真实写照。他感叹在那边有些事太黑暗了。2007年，他靠《男儿本色》获得了金马奖最佳男配角提名，但最终败给了梁家辉。各位，你想想看，一个曾经的全国武术冠军，到了香港却只能演反派，当配角，甚至要去面对复杂的圈内规则，
出道10几年，前路依然茫茫。很多人在这个阶段就放弃了，或者随波逐流了，但他没有。有个朋友送了他一颗狼牙，寓意坚韧，这激发了他构思电影《狼牙》的灵感。虽然最后只拉到400万港元投资，电影上映即扑街，但这却逼着他开启了导演之路。人生的路从来没有白走的。香港的摸爬滚打让他彻底看清了资本的运作，也让他磨练出了掌控全局的能力。天道在给他降下大任之前，必须先要把他的心智打磨到极其坚韧。易经到了第5爻，叫做飞龙在天，这是一个人命格中最高光的时刻。当个人的积累与时代的大运完美共振时，奇迹就发生了。2012年，吴京回到内地发展，在参演综艺最佳现场时，他结识了谢楠。两人在后台因为一款名叫邂逅的香水相识。吴京甚至在节目中直球追问谢楠是否单身，这段姻缘成了他日后起飞的最大底气。2013年，吴京决定拍摄《战狼》，因为前作《狼牙》的失败，他拉不到投资，无奈之下决定抵押原本用作婚房的房产。谢楠非但没有阻拦，反而告诉他，这是你的梦想，我一定支持你，就算赔了，我还有一套小房子，我养你。有了这股贤内助的力量，吴京一人挑起导演、制片、主演等诸多大旗，硬生生把片子拍了出来。2015年《战狼》上映，以5.45亿的票房成为黑马。随后他趁热打铁，再次押上全部身家拍摄了《战狼2》。2017年，《战狼2》以海外撤侨为背景，上映后场场爆满，以56.8亿元打破了中国内地票房纪录。片尾那句“在你身后有一个强大的祖国”，彻底点燃了观众的热血。吴京因此获得了百花奖和华表奖，并在次年当选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。各位，这是什么？这就是时势造英雄。北京大学的专家说得对，《战狼》系列符合了国事和民心，是中国崛起的时代隐喻。吴京自己也很清醒，他说自己只不过是拿了一根火柴，用一个小火星把大家的爱国情绪点燃了。紧接着他在2018年零片酬客串《流浪地球》，还注资6000万，电影大卖。2021年主演《长津湖》，再次以57.75亿打破纪录。2022年主演《水门桥》，同样大获成功。吴京凭一己之力，将爱国主义、军事动作和商业大片完美融合，开创了一个全新的赛道，成为了爱国艺人的代名词。在这几年里，他是无敌的，是名利双收的最高峰。但是各位，佛家讲福报，易经讲月满则亏。当所有的光环都集中在一个人身上，当一个人被推上了神坛，这其实是极其危险的。因为这世间除了真正的圣人，没有任何凡胎肉身能长久地承载神明的光环。一个人在顺境时种下的因，往往会在逆境时结出苦果。我们再回头看看，在这场全网群嘲爆发之前，吴京其实早就亲手埋下了许多隐患。隐患在哪里？在口业，在傲慢。自2015年《战狼》上映起，争议就没断过。有人质疑电影里主角怎么都打不死，这太假了。
作为一个成熟的电影人，面对艺术上的质疑，本可以一笑置之或理性探讨。但吴京是怎么回应的？他对着镜头极其强硬地说：你看不惯别看，看美国片去，被洋人欺负惯了吧，就觉得中国人不能强，我就怼这个，去看美国人打不倒去，中国人必须打倒，我鄙视，即使有人反感我这种态度，我也怼见不见了。当网友质疑电影结尾的护照涉嫌伪造时，他回应说：我爱国无罪。如果有少数人反对，你们可以正确表达，但是就一句我爱国无罪。各位，大家听出问题了吗？这不是在探讨电影艺术，这是在用极端的道德制高点来压制一切不同的声音，把对一部商业电影的批评直接等同于不爱国，等同于贱。这种把爱国当作免死金牌，并且极度排他的表达方式，其实是非常危险的。一向推崇文化修养的他，还曾在采访中宣称自己一直在读书，读什么大师的定场诗、作家的之旅，还去长江商学院上 MBA。 最后放言：我读书是为了能够和傻叉心平气和地说话。结果呢，网友翻遍全网也找不到他说的那些书名。在综艺节目上，他甚至把暧昧念成了暖味。他在节目中展现出的那种说教口吻，我跳过楼你跳过吗？我把人干了你干过吗？更让人感到强烈的不是，易经有言：急人之辞寡，躁人之辞多。当一个人开始狂妄地怼天怼地，开始用贬低他人的方式来抬高自己，开始把偶然的时代红利当作自己不可一世的资本时，他的气场就已经乱了。他立下了一个全天候无死角的战狼人设，但这个人设太重了，公众开始用显微镜看他。他用个苹果手机被群嘲，怎么不用国货？外界甚至造谣他拿香港身份，妻子拿美国绿卡，儿子是英国国籍，逼得他不得不出来澄清自己全家都是中国人。甚至他在建军节发了一张穿军装敬礼的照片，也被批评非军事人员随意穿戴军装不合适。这就是反噬的开始。你用什么人设去赚取最大利益，天道最终就会从这个人设上连本带利地讨回来。那么为什么这些多年前的采访和黑料会在今年8月再见坏蛋上映时像火山一样集中爆发呢？难道真的是吴京变了吗？不，吴京还是那个吴京，是时代的大环境变了。易经的核心就是变异。战狼上映时，中国经济处于上行期，社会形势蒸蒸日上，电影里那种激烈昂扬的情绪，恰好契合了当时国人的心境。这是时代的共业推着他走。但如今呢，经济增速放缓，就业形势严峻，人们的生活压力巨大。在这样一个需要喘息、需要务实的时代，观众的心境已经变了。大家每天在现实的泥沼里挣扎，挤着早高峰的地铁，加着没完没了的班，受着领导的窝囊气。这个时候，你再跑出来，在屏幕上摇头晃脑地说：我跳过楼，你跳过吗？再用那种高高在上的爹味口吻进行苦难说教和道德绑架，观众怎么可能不反感？更何况他在荧幕上塑造的是无私奉献的英雄，但在综艺节目里表现出的却是充满掌控欲的大男子主义。这种割裂感彻底摧毁了观众对他的最后一点滤镜。正如观众所言，真正的英雄
从来不会自夸，真正的军人也不会刻意宣扬。但一个没当过兵的演员，却将军装焊在了身上，将主旋律变成了自己的专属保护伞。佛家讲因果律，吴京早年用拼命和敬业种下了善因，结出了票房100亿的善果，但他后来用傲慢狂言和对爱国情怀的过度消费种下了恶因。如今的全网群嘲，就是天道在跟他算这笔账。主旋律从来不应该成为空洞内容的遮羞布。当潮水退去，观众不再为单纯的口号买单时，如果拿不出实打实有价值的作品，那跌落神坛就是必然的宿命。吴京的故事讲到这里，其实已经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荣辱沉浮了。各位，我们每一位看客又能从中悟到什么天机呢？易经64卦中只有一卦是六爻全吉的，那就是谦卦，谦受益，满招损。老祖宗的智慧早就告诉我们，人越是站在高处，越要懂得低下头来。第一，要懂得修德，德不配位，必有灾殃。财富、名声、地位，这些都是外在的位。如果你的内在修养，你的心胸气度，也就是德，跟不上你拥有的财富和名气，那么老天爷一定会用各种意想不到的方式，把你不配拥有的东西收走。吴京今天的遭遇，就是老天爷在提醒他，你的票房够高了，但你的修为还没跟上。不要把时代的红利全当成自己的能耐。第二，要懂得修口。我们常说口业，很多祸患都是从嘴巴里漏出去的。为了逞一时之快，为了显得自己与众不同，口出狂言，甚至用恶毒的语言去贬低他人，比如骂别人贱不贱，这其实是在疯狂折损自己的福报。水深则流缓，语迟则人贵。真正有大智慧的人，遇到非议，往往是默言应对，用行动说话。第三，要懂得惜福，远离贪念。一个人不可能什么便宜都占尽，你已经靠着特定类型片赚得盆满钵满了，就该懂得急流勇退，或者静下心来去沉淀自己，去拍一些真正有艺术厚度的作品，而不是依然贪恋着过去的荣光，去投资客串一些质量平庸的电影，试图继续收割流量。人一旦起了贪念，一旦觉得自己做什么都能成，厄运就离他不远了。各位，人生如戏，命运如棋，起起落落本就是天道轮回的常态。吴京从全民偶像到全网群嘲，这是一个深刻的警醒。对于他来说，这次塌房未必是坏事。如果他能从中觉醒，卸下那个沉重的战狼包袱，回归一个演员的初心，未来依然可期。而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，看完别人的故事，更要关照自己的人生。不管你现在身处低谷还是巅峰，请记住，存好心，说好话，行好事，做好人。顺境时惜福不张扬，逆境时修德不抱怨。只有把因果看透了，把德行修好了，你才能接得住老天爷赐给你的每一份福报。这才是真正通透的人生大局观。